你好，谢谢你的粉丝灯牌。是花的粉丝灯牌。谢谢你们的粉丝灯牌。星期四咋不更新呢？因为放假呀。谢谢浩南的粉丝灯牌，有点小卡呀。卡吗？下周更新吗？应该吧。要看剪辑师剪不剪了。谢谢西的粉丝灯牌。下午好，谢谢猫哥的关注。王十一，谢谢那个慈海棠的小礼物。出迎财神了吗？没有，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今天打呼噜了，你可能有点幻听啊。没有，他就发货了，他在楼下。我不太信什么迎财神这种说法。如果大家因为迎财神就能发财的话，那大家都赢了。那赢了财神为什么不发财呢？这些说法我有点不太信。什么时候大姐姐？我们发财发财，谢谢大哥。祝你新的一年，
做一回真正的一，体会到做一的乐趣。真我们路过河南，开车自驾路过河南，想找你去了。后来我们寻思你别客气，你客气客气，我们当真了，就没去找你。做一做零都没乐趣怎么办？那就晒的呀。有好多人做一做零都没乐趣，你就像这个大锅，它也是晒的。那做零怕疼，做一没感觉，大锅对外都是那种，就是说自己纯一啊，有点偏 S 之类的，其实这是，所以说他自己的一些逞强，他是偏 S，他叫 Selina，新的一年，我希望你，坦然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不要总委屈自己，我觉得你这么岁数这么大了，你再委屈自己的话，就真的有一点点，就我觉得没活明白，就是真的要了解自己内心需求到底是什么。你40岁了，没有那么多观众了，你就做你自己就好。就这点玩意儿？还有一个盒子没拿。那你说我帮你拿多好？我帮你拿去多好？在跑啊。可以啊。宝贝，我们吃什么呀？你点好外卖了？你忘了？
啥时候更新？不知道呢。二把刀不更新，我就不更新。外面热吗？热，但是没太阳。没太阳。潮湿的热。感觉要下雨啊。看到了，也不太饿，但是我们昨天买了，然后拆开了就得抓紧时间吃，因为广东东西特别容易潮。星座不准，你们去花钱测一下自己是什么人格，星座这玩意儿不准。你是反同人格啊？然后呢？ISTP 是啥呀？自己找那个对象。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今天亲嘴了吗？我们好几天没亲了。擦什么呀擦？你知道我接吻我是就是干吻，他呢就是能把所有自己的痰呐、口水啊都抹到嘴唇上，然后让你吸到那个黏黏的那种感觉。那是湿湿的感觉，对，不是黏黏的感觉。
润润的。过年也不更新吗？过年你们过年，我们也得过年啊。这个是新对象吗？不新了啊，都6个月了。5个月，啊，6个月了，马上3月份了啊。你不写名字啊？一会儿写。那你能分得清楚哪个码是哪个码吗？这不眼瞎，这看不见吗？平时都是自己剪头吗？不是。这13集啥时候出来不知道。后期罢工了。剪那玩意儿干啥啊？又不赚钱，应该忙着打包衣服呢，忙着做生意呢。帮我把那个饮料给我。发一件衣服得赚不少钱呢。打包快递呢，是的。喂，喂，你好。好的，好的，嗯。一件衣服能赚40吗？成本是40多，一件衣服扣除快递25块钱左右。我们做的量少。谢谢包子的粉丝动态。
吃饭，比比吃饭。好的。这屁股真翘啊！人为手真翘啊！翘的。这引起一种汽油，看着不好吃，哎，不好吃。为啥不更新？因为我们也是要放假呀，我们要休息啊。全国人民都放假，我也是中国人，我也要放假。这里很难理解吗？想过年看，想过年看，那你我不能光你们享受，我们遭的罪呀。你这不是口水鸡，感觉是白切鸡，可能得把这个汁儿倒上去才是口水鸡。不去看看小大夫吗？我看他干嘛呀？谁呀？傻逼嘛！这叫小北的，我看他干嘛呀？我为什么要看他？我看他的动机理由是什么？哈哈哈哈哈！你被骂了以后，你是尴尬的笑还是什么笑？别哈哈了，等我忙完我就把你拉黑。他是舒服的笑啊，可是不能理解，能理解，我们都什么玩意儿？能理解，可是不太能理解。你这是不是中国人吗？你说话就是听不太懂的感觉。你开玩笑的，你的玩笑一点儿不好笑。而且就是要跟熟悉的人开玩笑，就是跟你不熟悉的人，你别跟人开玩笑，就是分寸拿捏的不太好啊。弄个小牌更新时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更新时间。感觉很能吃辣，我不能吃辣。你看看爹味真重，你觉得我爹味重，可能是因为你天生愿意当小辈儿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因为我也在看直播，我一般看到就是不太喜欢的直播我就退出了，我不会像有一些人就是明明不喜欢，比如说这个人爹味重。但他还来这边就是点评你爹味重，一直在这块来看。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他可能不觉得你爹味重，他可能可能就是心里有一定的畸形，他可能就喜欢爹味重，但是他又接受不了太重，但是他又喜欢被管啊，这种人是那个对不对？喝这可乐吗？不喝，我这有那个。有的人就是没活明白啊，立不住啊，那个支架呢？主播喜欢熊，我不喜欢熊，但是我对象是熊。
跑路。老婆，你坐在那个行李箱吃吧。还是箱子该换新箱子了。是的，直播这么温柔啊，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就温柔一点，战斗力没那么强了。上一个腼腆，这个比你爱说啊，这个呀，这个他就是努力营业嘛。他其实他也不爱说，他平时他不跟我说话都是那个手语，就是发短信。这眼神交流，不用说话。主播是什么角色？什么角色？我是 S， 我也是斯林娜。你尝一尝好不好吃？你觉得好吃我再吃。感觉是，对啊，它是白斩鸡嘛。白斩鸡也是凉的。11还是0？ 11。这不是正宗的口水鸡吗？它其实拿过来它就是白斩鸡的那种感觉。这也热的，吃吧。都眼铃，因为大家不愿意眼铃，因为我的搭档们都不爱眼铃，觉得眼铃可能有点眼铃羞耻，觉得眼铃不懂督导可不要累坏了身体，不累啊。我这任对象包揽了我80%的工作，因为他比较活力四射，他昨天都累得那样了，晚上还想那啥呢。工作后又去考电影学院了吗？是的。昨天我开了一天车嘛，这家伙晚上就那啥了，起秧子了。东北话起秧子，你们知道啥意思吧？让我及时给制止了。还好没生气呢，我寻思这生气了，大姑娘跟我生气，这怎么整？我也要改变自己，真不好吃，老婆，你买不好吃别吃，不好吃你再点别的。哎，生气了，我不能说不好吃，我不能说不好吃，可是我就觉得不好吃啊。拿手机，笔没找着啊？找着了。你买啥了？没买啥。你花了5块钱买的东西，我没看见啊。我寄快递呢，买啥了？哦。给。我想点其他吃的。你先垫吧2口。真的不好吃。你觉得好吃吗？你肯定也觉得40%吧，就40分。这个反正不好吃，这个还没尝呢。我这个炒米饭好吃。就我俩点外卖，他点的外卖90%是不好吃的外卖。那你还老让我点？那我有的时候我也累啊，我刚起来我很累啊。你刚起来你就可累。你俩相差几岁？我俩相差5个月。这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你为什么？这是点的啥呀？50分钟是啥呀？
洗衣服。哦。遭到好凶。我都习惯了，今天没打我，我都觉得哎呀，过年给我留点面子，平时拳头就上来了，哎。是不是老婆？我跟你说了，我说我点了不许说不好吃。不知道，求你不要让。慢慢吃。这个还行，这个饭才是不好吃。他吃饭吧，只要他一咳嗽，就是吃的太急了。为什么不点个太二呢？我想吃太二啊。那你点呗。过年不能吃点好的吗？哎，他好像便宜了耶。今天点外卖都不得200多，这才100多。算了，不吃了，我没胃口。你吃吧就行，我不吃了，吃点瓜子儿行。没啥吃的感觉。就点太二啊。晚上出去吃。你现在不饿？不饿。我看一下太二有没有单人餐。没有那么饿。但单人餐不好吃。这个不行啊。不好吃，等晚上咱俩出去吃吧。它跟店里不一样，这个小份儿就是差点味道。味道不是一样的。因为它那个啥呀，它那个就是调料配比都是按照1整份配的，它小份它就配的不准。那就拿这个大份的买的，买个大份的。不用，我晚上出去吃，咱俩晚上出去吃。用什么乐器弹出来？用吉他。弹和弦。怎么感觉以后餐饮行业会赚钱？餐饮肯定会赚钱，但是不要，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思维是什么呢？就是快餐，大家知道关键是什么吗？快餐你们知道关键是什么吗？你想做快餐，就一定要知道，就是快餐是要吃饱，然后方便打包的东西，要好吃，好吃其实都次要的。快餐其实就是便捷嘛，然后就是能吃饱嘛。那你就味道差不多，然后什么不用什么特别好的环境，你就方便打包，然后那个便宜就好了，量再大一点。对。所以预制了。我真的就觉得大家可能对预制菜吧有点过度的恐慌，其实预制菜吧没有那么夸张，啊，什么预制菜不对身体不好之类的，哎呀，太夸张了。我这么说吧，我其实做餐饮。我之前是做餐饮管理的嘛，我20岁的时候，就是大概10年前就有预制菜了，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10年前、15年前，只要就是连锁行，只要是连锁餐饮品牌都会有就是那个中央厨房，都会有你们传说中的预制菜。就没有那么夸张啊，这都是，对，没有那么夸张。当厨师现炒的卖，然后呢，那么当现炒的卖，然后呢，就你们不知道的话，那不就是现炒的吗？去什么时候更新？不知道呢。卖过自己写的歌吗？没有。流水线的东西便宜就好了呀。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预制菜你就便宜吗？就比如说，那就好比，上一段感情，你那个付出了全力，然后这段感情可能你没有那么爱对方，然后你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爱对方，或者说你对这个对方有一点点。心就是有一点点隐瞒他的事情，难道你就会加倍的对你现任好吗？你能做到吗？就是可能就是做生意，可能大家不能理解，就是这感情里，比如说你在上一段感情，比如说你开始了一段感情啊，我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我说那个预制菜的人很少能就是做到预制菜就给大家便宜呢？不太可能的点，其实就是因为，比如说你跟你现任在一起，然后你其实没有特别喜欢你现任，你现任可能就是一个疗伤一个备胎的，后期你又喜欢上你的现任了，那你会对你的现任加倍好吗？你会因为一开始没有喜欢他，一开始拿他当备胎，然后你就对你现任好吗？你有这个觉悟吗？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要求人家做到。而且非常现实的一点，如果说你现任如果不知道他是备胎的话，他就一直以为他是唯一。我解释的够明白吗？这个事儿只不过就是大家知道了，但你真的要指着这些人就是什么讲良心呐之类的，我觉得很难啊。13集什么时候更不知道呢。你好，你好。
哎，我就这么说吧，我之前在那个喜家德工作过，我之前在喜家德工作过，喜家德水饺嘛，大家都听过，它基本上都是预制菜，啊，它饺子是现包的，没问题，馅儿是提前和好的，然后它里边一些凉菜、一些小菜都是包装好的。但你看喜家德水饺便宜吗？一点都不便宜。而且喜家德水饺是我工作这么多的餐饮品牌里边，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哪怕它是预制菜啊，就这个品牌它很干净。就是所谓中央厨房和这个就是预制菜，其实它也能保证这个食材干净这个事儿。那种现炒的，我就说实在的，那种现炒的那种厨房我也工作过，那种厨房啊，就是油比较大，半夜的时候那种，就是灶台啊，包括下水道啊，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盘子呀，可能都会有老鼠在爬来爬去。好热呀！就是因为你们见不到这些真实的一些情况，然后你们就觉得说啊，这不好那不好，哎，都一样，没有觉得好与不好。这样你现炒的它就保证不了啊。你要想要干净的话，你就不要出去吃，自己在家做着吃。过年好，您好。所以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顾客呀、网友啊，其实是假干净、臭矫情，可能他自己都去不起那个。有一些顾客他是去不起那个西贝，但是他知道西贝出事了，他就恨得咬牙切齿的。大多数网友都是这样。他一年他都去不了一次，然后西贝出事了，他就觉得莫大的那种气氛的那种我只去过一次西北，还是我的顾客请我去的，400多块钱花，是很贵，俩人，他真的很贵。我吃西贝我都觉得贵，那一盘拌那个什么面藕啊，很贵啊，不是面藕就是那个，反正那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凉皮儿的那个东西，30多40多，好贵啊。这个叫花的。这花的一看你就啥也不懂，这叫花的一看你就啥也不懂。餐饮行业做不到90%，咱胡说八道。
新年快乐，家乡菜，我不知道西贝算不算家乡菜啊？但是我觉得西贝确实贵，然后西贝这件事情其实最主要的是他那个老板，和他这个企业没太大关系，就是领导者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餐饮没太大问题，他在旁边。没更新吧？干呀？不好吃啊？这个还行，这个是不好吃。感觉你就是不好吃，然后你不好意思说。为啥不好意思说？不好吃你就等晚上我陪你一起吃。这个是还行啊，也没有不好吃。还有注册肉的。啥时候更新？看那个200刀啥时候剪？为啥不一起播？他没穿上衣。不饿吗？不好吃。所以我就不吃了。本身我在北京的时候一直吃那个外卖，就有点心里就阴影了，都已经。那你咋不说出去吃呢？刚才你不饿的要死吗？感觉我啥饿的要死？每次其实我都想出去吃，但是感觉你就饿的都不行了。我看你是想点外卖的意思，在床躺的。那谁醒了谁不得清醒一下？你是睁眼我刚才就想说出去必须得吃饭的那种人，那按照你那种速度的话，我肯定。我刚才就想出去吃的。不吃不就浪费了吗？给你留着，你来吃。这也可以每天。163个，这是163块钱吗？我今天哪儿都不想去，晚上咱出去吃个饭，然后就在酒店里待着好不好？咱本来就说要剪片子呀。那你等会儿让保洁大姐别来打扫了。3点的时候她来。我不想动弹。你就坐那就行了。反正也不脏。水得更新一下，浴巾得换一下。让他换一下那个就行。行。等他来了，我要不在这儿，你就跟他说一下就行。赶紧初7吧，初7我赶紧做专辑。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真实的身材。他没有吸肚子的身材。有一块腹肌，他一直他都没有腹肌，但是他肚子上是硬硬的，他不是那种塌塌的。到此为止，各有各。昨天我被这个空调声气的都不行了。那你关了就行啊，遥控就在你旁边。我不知道。那你不开还有点热。就是热。咱白天的就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声音的。干嘛呀？喜欢徐佳莹的歌吗？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神经病吧你！到此为止。你想干啥呀？你把手给我放下去，手不许靠近这个手机。全是这个鹅掌了。鹅掌咋了？鹅掌有骨头。那之前有啥呀？我一直看都是鹅掌啊。之前肉、猪头肉、猪耳朵。那我咋没看见？现在只剩鹅掌了。用啥直播？用手机直播呀？谢谢思阳连接的粉丝灯牌。思阳连接的这个粉丝灯牌比那个全都的还要高呢。啥意思啊？长啥样啊？44级，全都还是42级、43级。嗯，是。44级估计得好几十万，刷礼物刷的。不止吧？到此为止。你刚才拿瓶水来？放那儿了。你干啥呀你啊？我下午去理个发去，健完身理发，先理发再健。欢迎东东，我大哥来了。平时听谁的歌，谁好听我听谁的，我没有特定的，就是听谁的歌，没有说只喜欢谁的歌，都听。谢谢东东的为你闪耀，眼睛一动。吃的少，我不好吃，我就不太爱吃。我老婆就点外卖，就都会点那种特别难吃的外卖，不知道为啥。
关键你点的外卖你也觉得不好吃，是不是？是不是我点的外卖更好吃一点？是吧？变瘦，他才应该变瘦。他现在的身材就有点像那个雷神索尔，就是就是打了那个灭霸打了响指以后，雷神索尔发福的那个状态。哇，好壮哦！不想吃了。如此形象的比喻，哇，哇，好美哦！小青，你怎么这么丑？小青丑吗？看你就不知道这个小品。小青可是张曼玉耶。把这收拾干净了啊！等会儿人家保洁大姐进来看，不太脏了，人家会加收服务费的。这2碗饭留着吧，浪费。到此为止。撑着。这个酱你都没用，蘸啥的酱？肉的酱。在酒店啊，没新买房子，买了一个，还不知道贷款能不能办下来。到此为止。这个没装。啥呀？我都瘦了，我不瘦啊，我一点儿不瘦。你穿拖鞋不穿？我把拖鞋给你拿上来。哪一双拖鞋啊？红的那双。红的不是给你买的吗？那你穿这个。你穿过鞋臭臭的不穿。你穿拉倒。你凶我！这2天在家有点肿了。你凶我！没凶你。你穿这个一定不行。谢谢 Max。我不愿意穿一次性的，我就在屋我穿什么拖鞋啊？这地上不脏吗？等他过来打扫一下就好。我不是说不打扫吗？我就不下地了。你不是不打扫？我今天我就不下地了。那你咋剪片子？我告诉你，你剪。我可剪不出来你要求。
啊啊，哎呀，下午你要健身去啊？我把快递送出去，给你吃完饭我再去嘛。那你就减呗。我在这儿，你就放心的减。我哪知道你要啥样的？我在背后指引你啊。你是指点的，说的含糊不清的，我也理解不到位。那我会把你骂醒。理解不到位，你又有点挤我。等我一会儿吹凉快会儿，给你把主机拿上来。谁家的牛？你怎么看出来我是牛啊？需要一个农。忙啥了？你这技能是在哪儿练的呀？跟你学的呀。有机会练吗？跟你学的呀。你以前不都是大猛一吗？你平时你就这样啊？你平时不是大猛一吗？你平时你就这样。你偷偷还修炼这种技能呢？耳濡目染啊，跟你学的。我可没有这样过。你就是这样。妈，咱手欠，给人这个标签啥也没撕下来。我老公是天生的灵，眼灵演得好，撒娇也是浑然天成。没好啊，准备啊。卡哇伊，伊豆啊。要牙线没有？不要。哇哦！多少？身材好棒。哇哦！哇哦！等一下，快点啊！你不是就讨厌我发这种东西吗？我又没真给大家看，虚晃一下。差点看到，让大家看看他不吸肚子的样子。那你把电脑连好了。那我下播了，我得剪片子了。他没拿上来着。你要拖鞋不要？可以拿上来。只要找着一个合适的对象，这都不用我操心。咱没有那命啊，啥玩意都得自己操心。这对象找的不好的，这种不爱扯。卡哇伊，伊豆啊。加把劲儿，快妥协了。不是，关键他确实也剪不了。你知道导演的想法跟那个剪辑师的想法永远是不一样的。啊，剪辑师他可能就是，他 get 不到那个画面感，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分镜嘛，所以这东西你光靠嘴这是传递不到的啊，所以就是也难怪他剪不出来，然后就得我自己操心，所以我也不爱剪玩意儿，哎。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差个一半儿就剪就完事儿了。但是，因为咱们不是专业的剪辑师，然后导演又前期做的工作又比较少，所以完成达到自己的标准和想法的，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小。那如果说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得多次的试和改，所以就会比较辛苦。用什么剪辑呀？PR 嘛，我们是达芬奇，心太细。哎呀，就是剪辑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要是，我觉得一部片子好与坏，我觉得剪辑太重要了，剪辑占了40%的可能性啊，就是太重要了这个东西，所以你想将就的话。你过不了心里那一关，因为剪辑就相当于2次拍摄，你拍摄的时候表演不好，但是你通过剪辑都能把它剪得很好，这为什么？剪辑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是一个唱歌比较跑调的人，但是你通过修音，你能把这个歌让大家听得非常的好听，所以你说剪辑跟那个后期修音是一回事儿。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有的人五音不全啊，但你修完音，可能你能看出来是修音了，能听出来是修音了，但是修音出来的那种听感可能会好太多了，大家能听了，所以就是它跟修音是一回事儿。好的演员基本上你不用剪，你不用剪辑，他就能表现得很好了。但不好的演员，这如果你们发现一场戏频繁的切镜头，那这个演员可能表演的就不是特别好了。比较关注的时候，什么时候出来啊？你们就是白嫖习惯了。就我的音乐吧，有的歌可以让大家白嫖，有一些歌呢还是得去做实体专辑让大家购买的，所以那首歌是不会让大家在社交媒体听见的。那个是实体专辑。实体专辑啊，实体专辑，现在可能进入了一个白嫖的时代，大家都没有一个付费的习惯。没有电子版吗？没有，我们不叫电子版，那叫数字版。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一开始是为了留在北京才主动靠近张大年的。你通过哪一句话？通过哪一句话就是了解到张大年是为了留在北京靠近梁宇的？
谢石家那小小，这你说张大年是为了留在北京才接触梁宇的，你觉得你通过哪一个细节你是这么觉得？内心独白说的留在有帮助，没有啊，内心独白没有说过。还要打扫卫生啊？内心独白没有说呀。说内心独白的，你再去看一遍。见。简单弄一下就行。好的。就把那个卫生间缺的东西，然后换新补一下。好的。补2瓶水就行了。里边就不用这么打扫。红拖鞋拿了吗？不是给我买的吗？那我就穿这个，反正这个号是你的号。这俩都是一样大的，好。都大。你穿红色，我穿这个吧。有味儿吗？没味儿啊。还没味儿啊？我闻这个，哪有味儿啊？跟脸说瞎话。这拖鞋应该比那个舒服吧？这个比这个软。但这个红色配你。纸巾还有吗？那个抽纸有吗？直接有。这个瓜子我给你拿个。没事，我等一下去洗一下。你帮我倒了。哎。那你不要了。干啥呀？你像个老板。谁呀？你像个那种喜欢泡茶的那种老板，来个人就给人泡茶的那种老板。这你家吗？不是。这是在搬家吗？不是。在酒店。好胖啊！不就喜欢猪吗？我不喜欢猪。你喜欢？我不喜欢。他喜欢猪。我不喜欢猪。他喜欢那种维度特别大的那种猪。我不喜欢猪。洗呀，小叶，等一下我在哪个在509。哦，509。等一下5楼有人。啊，5楼有人了，好，谢谢。这个我给你送吧，509是吧？稍微要等。把电脑装上啊。可以吧？谢谢啊，2包够了啊。你让我装我都不会装。我也不会。小心啊！你要看着手吧。照一下啊，不优先。二老刀之前没怎么谈恋爱吧？谈了4段。谢谢。好，打扰了啊。4段算多吗？4段。
你们别被他憨厚的假象给骗了。是没你多，他弹了4段，是没你多。 4段呐、大家看着像弹了没弹过一样，清澈的眼神像大学生。其实呢，4段。插不上去别硬插。插上去吧。都是假象。用一个屏就够了吧？我用俩咋了？我不配吗？用俩地方有地儿放吗？用俩。好吧，那用一个。凶什么呀？你还想打我怎么着？你等下播呢。好开心，又挨打了。你怎么知道4段的？我占卜了一下。一天不打我，我就浑身难受。这是连 HDMI 的吗？它没这个头啊。别问我好吗？之前不是你连的吗？要在沉默中探索。是不是没有 HDMI 的线？没拿吗？我就看你会不会弄。不会弄，给你弄吧。这个是硬盘线吗？给你弄吧，我不知道咋弄。干嘛给我弄啊？你要什么线啊？连显示器的线。连显示器的线？没有连显示器的线。那这显示器是咋连的？有一个线是连它的，就是那个这种线。那就是它。你独立一点好吗？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它就是在这儿插的吗？你上网查一查。你也不知道。哎呀，不知啊。先打开试试。会爆炸呀。把这个拿起来吧，别。
哎呀哎呀哎呀！把哪个拿下来？帮我挡住了。把哪个拿下来啊？这点人吧。我捡个死片子，我这真的是，凭什么仙家就可以遨游？凭什么仙家就可以？你也熬去吧。遨游天地。你也熬去吧。插线板给我。插线板。我操！完了，啊！被磕搬家着了。搬呢？那就那个小屏幕嘛。你放屁呢？更不了了，太开心了，我这个屏幕碎了。咋成这个样了？这是在在车上磕的呗。还是磕坏了给他。更不了喽。有那小屏幕，小屏幕它怎么能用呢？你告诉我，小屏幕也能剪。你给我滚一边去！电脑里存的东西怎么办呢？电脑里存的东西又不是存在显示器里的。哦，对啊，那有那个小显示器一样的，那怎么看着小？剪不了了，告诉大家停更。能剪用那个小显示器就行。得买个显示器，今天直播吧，你来直播，直播赚个2000块钱，咱们买个显示器。用那小的显示器一样啊。小的怎么剪呢？这个屏幕是4000还是6000我忘了，你就买个2000的就行。多了。用那小的也行。才展示一下，给大家跳一段刀马刀马。看这个小的。刀马刀马。这小的有电源吗？剪不了，剪不了的。为啥？就是剪不了，你赶紧整吧你。整啥呀？我整啥？直播。你播吧。那我就讲一下二把刀的所有的感情经历，以我的视角来讲，我还整着大货。好吧？我这不算是背后蛐别人吧？能保修吗？都买了将近三四年了，保个屁修！你保修啊？把电拔了吧。咋关机呀？电拔了呀。不用关机啊。我是关屁机了还。电脑。电脑你就按那个就好了呀。强制关机是吧？嗯。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他的所有感情经历啊。我可以讲吗，老公？老公，你可以讲吗？关不上。你再打我好不好？老公，你棒棒。棒棒，棒棒。早知道屏幕朝上放的。
你现在来后悔劲儿了，我一想就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当时咋不放呢？你想，我这不是，你看又凶我啊！你是心疼这个屏幕，还是心疼我没剪上？肯定心疼这屏幕啊。那有啥的呀？不就是一个屏幕吗？咱们这这不是好几千块钱的吗？咱们给那个全都，还有开心每一天，还有那个，那个东东，咱们每个人就是打个电话让他们众筹一下，这真的不是小事情。如果说他们不给咱们买个屏的话，咱们就罢播。咱们就发对不对？说他们不支持咱们。对，咱们就是所以就咱们就说这仨人不想让咱们更新的啊，凑个3000块钱，仨人嘛，凑3000块钱，行不行？可会这摊了，我给大家讲那个他的故事啊，我可以讲吗？不可以。为什么？讲有什么可讲的呀？那一会儿人前任又找过来了。那我讲前两任。你讲吧。那你那个上海那人不会就是骂我吧？那我不知道。那我讲那一任，那一任估计不再关注你了吧？应该不再关注。那我先讲那一任，如果说那一任没找我的话，然后我就再讲第二任，第二任没有，咱们就再讲第三任。第三任我是死活不敢讲。好，我先讲一任啊，这都是以我的视角啊。我听说，就是二把刀在大学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有一个同学胖乎的，说长得还跟我有点像，但比我土，然后大红脸蛋子，看着有点就像那个农村小孩买8胎的那种，然后就跟他同一个寝室嘛，好像不跟他同一个班，但是同一个寝室，然后同一个寝室，然后就那啥，然后那个就是突然有一天吧，这个同一个寝室的人，然后就说那个屋里有点冷，想着去他床上那个睡觉，然后二把刀就没多想嘛，那个男同学嘛就来吧，钻被窝，俩人就钻被窝了，钻被窝，然后这人就不老实，然后就开始就是那个就那啥了啊，然后就然后俩人在那个其他同学的那个众目睽睽之下，两个人在被窝里就开始那啥了。二把刀那个时候单纯的青涩呀，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间的美妙啊，他觉得我是一个男人了，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得为他负责呀。后来俩人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呢，后来就俩人在一起之后呢，然后就是其实他俩就每天晚上搞那些事儿吧，人其他的室友估计都能看着，也都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后来他们才知道，就是那个6个同学，其中还有俩是同性恋，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都是那种就是都知道，但是谁也没说啥，而且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同性恋。警告了，这个，反正就都知道嘛，然后就没说啥嘛。后来俩人就是那个正式谈恋爱了嘛，谈恋爱之后吧，就是我再想一想啊，反正就是后来呢，就是谈恋爱，后来为啥他去爬山了？你俩还在寝室住呢？那你干啥去了？他想让我跟他去，我不想去。因为之前爬。那后来呢？后来为啥你就在寝室待着？对呀，他出去。好，你别讲了，我讲。然后呢，就是他那个长得有点像我的那个胖胖的那个人，完了就说想一起去爬泰山。不是，他刚开始，黄山，我们刚开始一起爬完了黄山，爬完黄山之后我就不想再爬山了。对，就跟他去爬黄山，然后就爬完了以后就不想爬了，然后他对象又想去爬山，然后呢他就不想去了，然后他就在宿舍里待着，然后他对象就出去爬山去了，爬完山之后吧，然后就是他
对象回来以后就不太对劲儿了，因为他俩一直在宿舍嘛，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可能就是用嘴发生了一些关系，但是呢，就实质性的也没发生什么。然后呢，他这个对象回来以后就不太对劲儿了，不太对劲儿了。就天天抱着手机在那乐，就在那嘿嘿嘿，然后他就在那块儿就是就无意当中就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就发现他那个第一任就跟别人聊天了，聊天这个尺度之大，就是比我们直播的尺度还大，反正俩人就是哇就那种就聊得特别夸张的那种，然后画面感十足，然后当时。其实那个时候也没，就是二把刀误以为自己是个一嘛，然后就觉得什么叫误以为啊？就是你用词你客观一点行不行？你怎么老是加那种主观色彩呢？起来，我讲故事呢。我这老梁讲故事，然后误以为自己是一，然后就当时吧就觉得说一应该就是说。包容一点，确实是自己也没做到一个一的责任，可能他就是跟别人出场禁果，但是呢，他也没有实质证据，就觉得说第一次嘛，念在初犯，然后也就那么回事了。后来呢，就是他就发现他对象嘛，总跟别人聊天，就聊骚的那种。后来那个他那啥了，好像你去工作去了是吧？实习他实习去了，然后去深圳了，是不是？他实习去深圳了，去深圳之后呢，然后那个他对象嘛，就是用他的那个就是就打车出去嘛，然后那个打车的那个软件的账号还连着那个二把刀的那个账号，所以二把刀就过年那会儿不是，反正就是二把刀就能看见，就是他去哪儿了，然后二把刀就问说。你为什么那个点儿去哪儿了？然后二把刀就说你是不是又去约了？然后他对象就承认了，承认以后二把刀就不想跟他处了。后来呢，就是他那个第一任就一直挽回嘛，挽回。后来他第一任然后又去韩国留学了，然后他俩就越来越远，后来就分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差不多吧。就他留学过程当中，还有发生其他让你？他留学的时候跟人合租那个人也是个同性恋。然后呢？然后他们俩干嘛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没跟我讲。我想他俩肯定已经睡了。所以就是二把刀其实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他就一直都想着说，下次不要再做一了。因为我想的是我以后不当同性恋了，他就不想做一了。你说什么？他接受不了这爱情的那种，哎呀，就接受不了那种爱情的那种苦楚，对，挺惨的，真的。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做一直不成功，做零吧。然后第二段感情，哎呀，就是第二段感情，其实他没准备好，然后他就一直都想找个一嘛。他就一直都。你搁这说啥呢你？别搁这造谣，人家都以为你说的，人家都会以为都是这个。我的版本你管我呢？我的版本，这是我的版本。你这是凭空猜测的。我的版本我就这么讲，怎么了？这是我直播间，我不能讲究别人吗？然后呢，他就那个他就第一次谈恋爱他就不行嘛，他就不行，然后他就那个时候就打算就是那啥了，就退圈了，刚进来就还没进门呢，然后就打算不进了，就觉得不成功嘛，然后后来就找个女的谈恋爱，他就找个女的谈恋爱，处了一个女朋友，结果呢后来还是就想做零嘛，然后就跟女朋友就分了嘛，分了以后无意当中，然后就刷那个抖音和那个就是反正新浪微博之类的，就搜到那个芝麻第一季，
搜到第1季的那个芝麻，然后他看完以后，他才那个看完了之后，他就哎呀对爱情充满了那种期待了，他就觉得说啊，无论10都可以，就是我现在就想谈恋爱，我就想就是像那个周明磊一样体验这个爱情的甜蜜。他就看了那个就是第3段的那个高志鹏和周明磊的那段，所以他就哎呀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谈恋爱。当时他可能就觉得说，哎，其实他当时想跟百里谈，但是他觉得高攀不上，因为百里太优秀了。他那个时候又没怎么健身，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把这份爱埋在心底，所以他就找了第2任就在一起了。然后他第2任呢，就是第2任其实都挺好的，然后也就是他找到了做一的快乐，但是呢，第2任跟他有一点点不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第2任吧，他第2任也爱就是辩论，然后他也是爱抬杠，他俩吧就是就因为一件小事儿，比如说就是那个华为好还是那个苹果好，三星好还是苹果好，然后俩人就总吵架，然后吵，然后再加上他前任吧是那种就是可能算是进圈已经算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种同性恋，所以对这个圈子里吧可能就是会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二把刀那个时候是一个土 gay。他是个土 gay， 所以他就融入不了这个圈子，然后也不在圈子里交朋友。但是他对象呢，就是那种就是没事会打扮自己啊，会时尚购物啊，所以俩人因为这个审美啊，因为这个消费观呐，因为这个交朋友啊，因为去不去酒吧呀，俩人也会有一些就是辩论和争吵。当然2个人长时间拌嘴肯定会影响感情，然后就是俩人就总记个，反正就总吵架，但是也不是大吵，但是就3观也是不太合的那种。他俩就坚持了1年多，后来呢就是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象跟他就是吵架了，然后他对象呢就是去酒吧，然后或者说跟朋友就会去讲这件事情，就说那个二把刀那个想法可能有点这个不太时尚，然后就有一点落伍之类的，然后二把刀就听见了，听见以后二把刀就跟他吵，就说哎，咱俩的事儿你为什么跟别人说呀？然后他对象就说啊，我就是跟别人说呀。然后那个二把刀就说啊，那我都不跟别人说呀，你怎么就把咱俩的事儿跟别人说呀？家丑不可外扬啊之类的。然后那个他对象说，因为你没有朋友，就这一句话就把二把刀给气着了，因为他确实没有朋友，这气着了。哎，就气着了，然后俩人就可能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隔阂。然后俩人就慢慢的就分了。第3任我不敢讲，对。那第4任呢？第4任我给大家讲讲，以我的视角来讲啊。第4任的时候啊，第3任我不敢讲，第3任就是会报警。第3任有间谍在我们对，然后第4任呢？第4任就是他跟第4任那个认识的时候，这个第4任跟第3任还认识，你知道吧？第4任是一个网红，然后又是一个创业的一个青年才俊，他是新锐导演，然后又是流量小生。你要不要脸啊你？他们的缘分就是其实始于就是他跟第1任分手之后，然后他在地铁上，然后他就看到了第4任的就是初期的一个小作品，然后他被那里边的那个故事啊和导演的才华呀就所吸引，但是其实所有的缘分呢，其实都埋藏在心里。所有的缘分都藏在那个心里，但谁也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成为他第4任。然后呢，其实这个第4任啊，一开始啊，只是去那个
去那个深圳了，去深圳，然后他在深圳开酒吧，然后呢，这个第4任恰好跟他第3任也认识，因为跟这个第4任跟这第3任，然后一起玩过密室之类的。后来呢，就是这个第4任啊，就是在网上就是拍新一季的那个这个网剧，然后结果呢，这个二把刀就看见了这个第4任就招募，然后但是呢，他之前可能对那个他第4任还蛮有那种好感的，但后来呢，因为这个第4任的那个风评不是特别好，然后直播的时候脾气也比较大，所以他逐渐的就是祛魅了，啊，二把刀就对第4任祛魅了。但是呢，那个时候二把刀呢就开了一个那个就是筋膜刀，然后他想着说，因为二把刀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也是学编导的，然后他也在话剧团里演过片子，所以他就对这个表演也有兴趣，所以他知道那个就是他未来的第4任在那块就是招募演员的时候，他一是想给自己的。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到西雅图酒店要多久？对。对，我下单就是那个下了好几个快递单。对对对。劳动路5号还是哪儿？啊，对对对，好像是。我下3点到5点吧，还是几点？我好像是忘了。我有9个。是，你现在过来我就方便。行，那我把这个东西放前台，你到时候去前台拿吧。行，我看一下，我到时候写上。行。我把那个名字写上，我把名字写上了，就是他们的姓名。行，我到时候也一起写上，我看一下。怎么打断我直播呀？掉了好多人。那你播吧。好，继续讲啊，就是然后他就知道他第4任就开始那个招募演员，然后他就因为他当时做的那个筋膜刀，然后创业，然后就想着说自己火一火，能把这个筋膜刀做大做强嘛，因为他也第一次创业，他对这第一次创业他充满信心，然后再加上这个是自媒体的时代嘛，他就想着说去参演一下。第2点呢，就是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喜欢表演，他其实在大学里他就有表演的经验，所以他也是热爱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打算就是报名，然后他就在他第4任的那个抖音下面他就评论，他说那个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他可以吗之类的，然后第4任就给他回了。其实他后来才知道，他第4任也有关注到他。为什么关注到他？因为其实他第4任觉得二把刀跟那个他曾经接触过的一个人特别像，然后他俩的身形也差不多，个性也差不多，然后星座也是一样的，所以他第4任吧，其实刷抖音的时候刷到过他，所以就是他第4任知道二把刀就是想来演的话，他第四任其实就挺开心的挺开心的，然后就说可以你来演然后二把刀那个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己心里的小雀跃，然后就疯狂的给他第4任发那种文字，就说我能演什么呀，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就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 PPT， 然后就简介了一下自己，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呢你起来，我要背后说别人坏话。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俩就加微信了，然后第4任呢，就是他第4任就是那个青年才俊导演，
新锐导演，然后就是让他等通知，然后尽量的就是说给他安排好一点的角色。结果他这二把刀就边开店，然后边那个就是说其实都差不多都忘了，因为这个项目吧一直都停滞不前。然后呢，但是呢，从那以后呢，他跟那个导演吧，他俩就是有微信了，但是微信也不聊天。但是呢，就是抖音的时候，偶尔的，就是这个导演会去看这个二把刀的那个就是直播啊，就看看直播。然后就是后来呢，突然那段时间呢，就是那个导演吧。就去北京了，二把刀都觉得说这个项目可能就荒汤子了，也没想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导演去了北京之后呢，突然有一天他就联系二把刀说，哎，那个咱们要拍新戏了，就是要拍新项目，你那个能不能参演了？你还有没有兴趣了？然后这个二把刀就说有兴趣。然后但是呢，二把刀听到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本来拍戏可以在深圳拍，但是呢因为这个导演去了北京，所以二把刀得去北京才能去拍。但是呢二把刀那个时候就在犹豫啊，就说因为店也是在起步嘛，就是也没有那么忙，所以他就揣着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去拍，而且就拍一个没那么重要的一个客串的一个角色，这样又能体验拍戏，然后又能得到一些流量的支持，所以他就跟导演商量，导演就说可以，然后导演就给他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本来二把刀不想演重要的角色，但这个导演呢就会觉得说二把刀的观众缘比较好，所以就一直给他挑角色。而且二把刀想演一些坏角色，但是这个导演也会对他说那个坏角色可能会影响到演员本身，如果说你演稍微人设好一点的角色，可能对你以后都有帮助。所以二把刀就是不情不愿的接受了第四人的这个建议，然后他们就去北京拍摄了。但是呢去北京拍摄之前呢，二把刀就是他就得告诉大家，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会员了，然后就告诉那个这些会员，就是说可能最近一周不在，然后就是说那个十天半个月可能不在，然后你们就别跑空。然后那个别的那个就是那个粉丝那个网友，包括他的顾客就问他说，哎，你去哪儿啊？然后二把刀就特别的那种小雀跃的告诉大家，我要去拍戏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那帮人就会说，哎，你去哪儿拍戏啊？你终于要红了，你去哪儿拍戏啊？我要去拍百里的戏啦。百里呀，你真的想好了吗？我听说百里这个人会睡演员，你是我的偶像，我不想让你陷入那个火海。没有吧？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啊？听谁说的呀？我真的有听说，因为那些人都在传说百里拍一部睡一个，拍一部睡一个，现在基本上他的演员都被他睡遍了。而且听说他很多不合作的演员就是因为那个跟他分赃不均和睡不到，所以就俩人才闹掰的。有那些演员就不跟百里再联系了，比如说那个灰灰，那个叫灰灰酱的，其实就是因为他跟百里闹别扭了，百里就封杀他了。你别到时候鸡飞蛋打，偷鸡不成18米。对喽，就那个，反正就是你自己小心吧。然后那个二把刀就听到了以后，然后就特别就是那个就心里就会就是特别忐忑啊，原来百里是这样的人，那我还去不去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问他第三任，那个他第三任就说，百里啊，虽然说那个人看着挺讨厌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你去吧。
既然你喜欢，对这个店里有帮助，相信他不会对你做什么的。结果就是二把刀就听他第三任说完之后，他也决定了，就说那去，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但是呢，去之前吧，那啥，他就寻思，他说要不带他对象去吧。但是呢，那个导演就说，尽量不要带对象。然后那个导演给出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可能会对象在旁边吧，可能会拍戏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别扭啊。虽然说二把刀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二把刀也就听这个导演的这个要求了，就没带自己对象去。结果他带了自己合伙人去，然后这个合伙人就每天跟他形影不离，怕那个就是百里对他动手动脚。这个合伙人就一直跟他就一起去嘛结果去了那儿以后呢，就是那个当天那个导演和所有的剧组人员就在那块围读剧本，然后二把刀第一次见这种阵仗啊，又兴奋又害怕又紧张，然后就觉得说马上就要红了，真正规啊，哎呀，我要成名了，就那种。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在那块围读剧本，围读完剧本，然后大家一起吃了一个漂亮饭二把刀第一次去那么高档的那种餐厅去吃饭，所有人喝水都用高脚杯，然后每个人那个脸上映着那种烛光，然后每个人都特别的高级，就像《小时代》里顾里过生日那个时候大家每个人你别弄出动静来行不行？我在直播，你尊重一下我，今天我要赚够2000的。真的很扫兴这个人。然后呢再走上花路，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其实非常不适应那种场合，那种场合太高级了，金碧辉煌，然后那个墙上都是那种投影的，然后那种流光，那种异彩，那种星光，那种我的妈呀，就感觉就是去了那个腾讯盛典就是新浪微博的那个什么人气之夜，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都星光闪耀的那种，每个人都是那个 idol。然后就是大家喝酒，然后就怎么样的，然后那个场合也是非常非常的那种那种娱乐圈的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在那块端着，都在那块夹，导演就在那块就招呼每一个人，然后跟每个人碰杯，然后吃完这顿饭呢，其实二把刀已经就是非常累了，然后他就想着说，既然吃完饭了，那我就回酒店吧。然后结果呢，这个时候导演把那个二把刀叫住了，然后导演就跟他说，要不要一起喝点酒啊？马上要拍戏了，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彼此，其他人都在，你也不要走了。二把刀心想已经很累了，而且他不喝酒，所以二把刀很自然的就拒绝了，不了，导演我还是回去看个剧本吧。可是大家都在，要不然喝一会儿就解散就完事儿了。不了，导演，我真不喝酒，你们玩吧我跟我合伙人先回去了。那行，那大家都不喝了，那都解散行你们先走吧。好，就这样，就大家都解散了。解散了之后呢，然后二把刀就去那个酒店了，然后俩人就是跟合伙人还爱健身，然后俩人还去健身。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二把刀进了剧组以后一直在等通告嘛，因为导演的说法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二把刀可能没拍过戏，希望二把刀多来现场去看一看别人怎么演，毕竟他的戏份更重要一些，就想着让二把刀吸取别人的经验。但是呢，二把刀每次来现场人特别的多，而且
夏天拍戏特别的热，所以他在现场嘛就出汗，而且也没地方待，现场又得保持绝对的安静，所以二把刀在现场非常的别扭，他也觉得说别人演的不如他，所以呢他就在这块有点待不下去。然后再加上呢，他的合伙人不小心把那个剧组的那个监视器又给打碎了，所以他就总觉得说这帮人在那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所以他就总想往外溜。然后他就找导演，他就说哎实在不行他们先出去健身了，所以就是导演他从导演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就是说啊行吧你去吧，但是其实他读不懂导演其实因为这个行为其实对他有点失望了，就觉得他有点不上进啊，就有点不上进。后来呢，就是一拖再拖，终于就到了二把刀的戏份了，其他人都拍的差不多了，就到二把刀的戏份了。然后二把刀就跟那个导演在那块演完第一场戏，二把刀就觉得自己演得非常不错。哎，今年的金鸡奖一定是我金鸡最佳新人。然后他就非常满意，然后他在那个满意的那种气氛里边，逐渐的迷失了自己。他演着，他就开始就是啊，他就融入到这个角色了啊，他觉得他融入的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咱们演戏这个时光非常的快，然后逐渐的就到了那个该分别的时候了。他也把自己的戏份演的完整的演完了。然后他就觉得他演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就回去了嘛，他跟合伙人就回去了。结果这个合伙人呢，就整个过程就有点不开心啊，就整个过程有点不开心。然后这个合伙人吧，就平时就挺事儿的，然后反正就这个合伙人心思比较敏感，然后他也就是爱吃醋。然后这个合伙人回去了以后，然后就也放松了，因为这个合伙人吧也有点喜欢二把刀，然后这个合伙人就那种就是不想被那个百里抢到之类的，反正就是哎呀，对，哎呀，反正就把那个就把百里就把那个就是那个导演就当成假想敌。然后呢，结果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吧，然后二把刀也是，就是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那种工作和生活嘛。然后就是，他合伙人也放心了，然后就想着说俩人一起就是把这个店做起来，就等着这个剧播了。那拍完这部戏以后呢，再来的顾客呢，就听说了二把刀拍戏了，然后就跟二把刀说：“哎，你就拍百里的戏了，哎呀，马上要红了，真替你开心啊！以后你就超过龙二了。”就那种就祝贺二把刀嘛，啊，就祝贺二把刀。然后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时候百里又联系那个二把刀了，啊，那个导演又联系二把刀了，那个二把刀就不知道什么事儿，结果那个第四人那个百里啊，那个百里就跟那个二把刀说，哎，拍的不行，可能要重新补拍。然后二把刀一脸诧异，就说为什么会重新补拍？哪儿演的不好？我觉得我演的很好啊，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他真的因为第一遍他没遣着我，他第二遍他找机会要遣我呢？太恐怖了，我怎么想办法拒绝他呢？算了，我先问问他在哪儿拍吧。然后那个导演就跟他说，哎，这次来惠州拍，在我家跟前儿，他不敢遣我，那就补吧。万一补了之后对这个店有帮助的话，也不吃亏，而且我身强体壮的，他也遣不着我，补。结果他就答应了，哎，他答应了。答应之后呢，他就等着那个导演他们就来。结果呢，导演那个
导演就先到了那个惠州了，到惠州，然后导演就有一天，就那个给那个二把刀发消息，给那个二把刀发消息，导演就说你有没有时间呢？然后二把刀说没有啊，怎么了？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啊，如果你有时间啊，有时间。二把刀说有时间啊，没什么事儿。然后就等会儿呢，有一个网友要来那个店里要采访啊，除此之外就没事儿了。然后这个导演就试探性问了一下，就说什么采访啊？谁呀？什么账号啊？然后当时二把刀就觉得说这个导演管的也太多了吧。但是呢，因为这个导演问了，可能对这个剧有关系，所以他就回答了，就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小网友啊，想采访一下二把刀。二把刀也觉得说这个采访或许对他有帮助，所以二把刀就应下来这个采访。应了。结果呢，这个导演就看了一下，就是二把刀说的这个小采访的这个账号，结果这个账号，这个导演就突然就跟二把刀说，这个人可能不太正常。然后二把刀就听导演就说，这个导演就说这个网友吧，他就是会有一点精神病，会缠着别人。听完了以后，这个二把刀吧就觉得说哪有那么严重啊，我身强体壮的，谁能缠着我呀？他就觉得导演管的有点太多了，但这个导演就建议他还是不要去，而且以后采访多的是。然后二把刀就心想，就说行吧。然后二把刀突然想起，导演问他等会儿有没有空，什么事儿啊？二把刀就赶紧问了一下导演，说什么事儿啊？这个导演就说啊，如果你有空的话，一起吃个饭。然后那个时候二把刀就说吃饭啊，可以啊，都跟谁呀？然后这个导演说啊，我一帮朋友。二把刀心想，一帮朋友，我这人最社恐了，那帮不认识的人，那种饭局肯定又特别无聊，我还是不去了吧。拒绝他是不是又不太好啊？但是我真的不想去，怎么办呢？扔硬币吧。应该陪他去，算了，还是不陪他了。导演，我这边实在是不愿意见那么多人，我社恐，我还是不去了吧。然后导演就说啊，不去就不去吧。结果呢就没去。他没想到这个导演因为这件事情对二把刀的印象直转即下。二把刀没有想到，差点因为这个小事情，差一点就影响到了那个二把刀的戏份。但是二把刀太没有社会经验了，他没想到，所以就是他就在等那个拍摄的日期。二把刀就在那等，然后突然有一天下雨了。二把刀从工作室忙完之后，他骑着他的小电瓶车，然后他就往回走，结果下雨了，路滑呀。然后呢，迎面又过来一辆车，二把刀那个一躲闪的时候，突然整个人摔出去了，车摔出去了，人也摔出去了，然后整个身体全摔坏了。二把刀忍着剧痛爬回了家。他一个人看着自己的伤口，他那个时候忘记了疼痛。他心想，拍摄进度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影响这个进度呢？我该怎么处理呢？天哪，太难处理了。这个时候他的第三人就回来了。他第三人因为工作忙他第三人就在那处理工作，然后呢就一直没抬头看他。二把刀就也是疼得要死，就跟他第三人说，你能不能帮我下楼去买点药布啊、药水啊之类的。
这个时候他第三人才抬头看一下二把刀，然后就赶紧去给他买药，然后就是处理伤口。然后他对象他第三任就跟他，第三任然后就给他处理这个伤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想着说不能那个耽误人家事儿啊。二把刀这个时候拿起手机就给那个导演打了个电话。喂，导演，哎，怎么了？我刚才摔了一跤，可能拍不了了。什么？摔了一跤？哪儿摔了？我摔的腿，然后就浑身都摔烂了。我可能拍不了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啊？你有没有去医院呢？还好没那么严重，现在在家处理伤口了。那你赶紧去医院呢？你现在赶紧去医院。不用，我对象帮我处理伤口了。没太大问题啊。反正就是拍不了戏了。那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戏份往后延一延，因为还有其他的戏份，我要拍那个，跟那个我前任的戏。你的戏份呢，往后延个3天，因为现在摄制组都已经来了，你这不拍的话，这个戏就补不上了。这次不拍的话，下次就补不上了。实在不行，我把剧本给你改一改，给你改成轮椅的戏或者床戏。然后这个时候他第三任就听百里已经这么说了，第三任就在电话里说没事啊，死不了，能拍。因为百里跟他第三任认识，所以那个百里就调侃他第三任说，你对象摔了，你也不说给人买一辆车，非得买个电瓶车，这把我演员摔了，那你给买啊。他第三任就回呛，俩人就在那块开玩笑。没想到这个事儿以后成真了。怎么成真了？也太狗血了吧也。你和他前任关系怎么样？老死不相往来。哎呀，后来二把刀就是这个导演就给他的戏份呢，就把他的戏份就挪到3天之后。然后在这3天呢，确实也是二把刀也是在养身体，然后基本上就是伤口已经结痂了。然后第4天的时候，这个导演就联系二把刀说能不能拍。二把刀说能拍。二把刀心想就是说就拍这么一回，忍一忍呗。结果二把刀就身体就是那个已经结痂了，然后就开始浑身，因为他结痂以后，他就身上就会那个伤口就会比较痒，但是他毅然决然也去了。结果第2次拍摄的时候，二把刀觉得自己渐入佳境，渐入佳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剧组的化妆师和摄影师就会觉得说演得不太好，你怎么又弄出声音啊？我在直播，我在赚钱，谁能理解我呢？你以为我愿意讲吗？我为这个家操持。好，我继续往下讲啊。对，他不知道为啥，他3、4天就结痂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可能健身的人啊，真的好快啊，是3、4天吗？是吧？对啊，他就结痂了。他就结痂了。是全身摔坏了，他就是脚啊、胳膊啊，还有腿啊，都摔坏了。他就摔得特别疼嘛。然后没想到3、4天就结痂了，结痂以后就拍摄，反正拍的就是他觉得挺好的，但是呢，
就是摄影师和化妆师就觉得说俩人不像情侣，像对手，像对手。然后这个时候导演突然就是莫名其妙发脾气了，就说那个那肯定拍的不像情侣啊，因为前期都没有接触啊。然后这个时候二把刀就心想说，导演不会是要甩锅甩在我身上吧？正像他想的那样，导演真的在所有的工作人员面上就在说二把刀的不是，就把责任就归结到二把刀上了。然后二把刀就特别的无辜，他就觉得说自己演得很好啊，是导演演得不好啊，他为什么把这个责任，就把这个责任就是归结到那个他身上了呢，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导演就发脾气，就说因为导演的观点就觉得说，所有演情侣的戏都必须得有情感培养。导演的观点就觉得说，所有演情侣的戏份的演员都要接受情侣培养感情，所以二把刀就会觉得说这个观点特别的荒谬演个戏我演得这么好，我用我的技术完全能演出那种情侣的那种亲密啊，为什么导演一定要情感培养呢？对不对？他就觉得导演可能真的传说中的那种导演就是传说中那种大色魔，他就是想着说情感培养，然后趁机的就是想俩人就发生什么关系，意图太明显了。所以二把刀那个时候又紧张又害怕又无助，他心想我该怎么继续下去？难道真像传说中的一样？紧接着大家停止了拍摄，然后呢就一起喝酒，喝酒的时候大家就逐渐了忘了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开始玩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时候二把刀就突然想起刚才的事情，他就问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给导演。他问导演说不是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导演问了那个二把刀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好好演呢？然后二把刀回复的是，我觉得我演得很好，而且我的技术层面能达到这个效果。结果导演就跟他掰扯出来了，导演就说，可是我觉得你的技术达不到啊，你演得很差呀。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说我演得好呢？因为我在客气呀，我在鼓励你啊，其实你演得不太好啊。我觉得我演得挺好的呀。结果俩人就争得有点就互相都有点尴尬了。然后这个时候二把刀突然想起之前他的一些顾客和身边的人对他说的一些话，包括他合伙人也在传说，他合伙人传二把刀他合伙人传百里和龙二之所以不合作，是因为他俩分赃款分不均，所以不合作了。传说中百里这么多年接触了很多的金主，所以呢他每拍一部戏就给金主输送一个演员，这些演员通过百里认识金主，然后这些金主通过百里认识演员，两边达到双赢。所以百里这么多年他能坚持拍剧，其实里边利益是非常大的，他就靠这个让自己发家致富。他就想起来了，就是合伙人说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把心里的话简短了一些，就问百里，
就告诉百里之前他来之前，听到的一些风言风语，反正他就问百里，然后百里知道了以后，才知道为什么二把刀一直都躲着他，所以百里就真心话大冒险问了二把刀，你真的觉得我会潜规则吗？来之前可能觉得会，现在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这个时候玩游戏，二把刀又赢了，二把刀又真心话大冒险问百里一个问题，所以导演，你有想潜规则我吗？没有。哦，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二把刀心里涌起了一丝丝的失望，一丝丝的落寞，他居然不想牵我，那种争强好胜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他嫌别人不牵我？那种，经过了这次事件，他觉得百里真的不像网上说的那种，不像身边人说的那种，他相信了他的为人，他相信了他的过往。通过这件事情，二把刀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心里的那个狭隘，那么无知，那么小家子气，他悔不当初，他觉得尴尬不已。天我用这个看啊，你为什么给我看？不是怕你看不清那个手机吗？从那之后呢，他就觉得说自己想的有点太偏激了，然后剧组的人员和其中的一个百里的朋友也在说，告诉二把刀一些观念，就是演员要为角色有所牺牲，而且剧组这么多人盯着你，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相反的，作为一个演员，导演能把主角的位置给你，你要相信导演，没有网上传说的那种所有人都觉得导演没有那么坏，只有网上觉得他坏。所以二把刀那一刻他真的好羞愧啊，他觉得这么长时间自己的那个武装，他自己的闪躲真的有点多余。我真的好后悔，我要怎么补偿导演呢？我要用什么来证明我知道我错了呢？那不就从明天开始吧，明天我要好好完成我的角色。那一晚二把刀失眠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第一缕阳光洒在床上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有所改变。很快的，剧组的人来到了拍摄地点，今天要拍一场在床上两个人递信物的一场戏。不知道为什么，通过了昨天的事情，百里看起来有一点点故意的在躲避着我。唉，演下去吧，我要好好的弥补我之前的错误。结果那天我们拍戏，
白天很尴尬，晚上的时候拍了一场海边的戏。摄影师在调整机器的时候，我和百里导演一直在有说有笑的在培养感情。那一刻，我终于发现了百里纯真的一面，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叽叽喳喳、喳喳唧唧的，在我身边，我俩一起唱王源的歌曲。这场戏我们也是没有剧本，然后2个人拍到了半夜。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拍戏的爽点，而让我找到拍戏的爽点的人，就是我身边这个新锐导演、唱跳俱佳的创作人百里。我该用什么去报答他呢？只有我专业的演员精神。我要展现一个好的演员的素养，我要完成这个作品。那一天的拍摄让我感觉我跟导演关系近了好多。第2天，我们拍最后一场戏，我们拍到了大半夜。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有一些舍不得剧组的每一个人，也舍不得这一部剧的这个角色给我带来的一些感受，但是好像都结束了。结束之后，我要回去做我的工作室了。红不红，就看剪辑怎么样了，就看他后期宣传怎么样了。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能左右的。很快的，我们拍完了这场戏，但是因为工作了10多个小时，再加上有跑步的戏，我的伤口锃开了，鞋子里都是血，袜子里被血浸满了。我对导演说，我的袜子里都是血。那一刻，导演他的眼神闪烁出的是那种心疼，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导演收起了那份关心，但我能看到他的眼神里就是那么隐忍，他收回了那个关系。那一刻，因为我看到他眼神里的隐忍，所以我清醒了。只是一部戏，都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与他可能不再会有交集。那一天我们拍到早上，导演拖着疲惫的身躯把我们送到酒店，而他自己开着车回他自己的别墅。从此以后，我们还会再见吗？我不知道。今早的阳光好暖啊。好了，这就是到了第2次拍摄结束，然后他开始回归了自己正式的生活，正常的生活。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回家了以后，发现好多事情没做，而且因为他频繁的补戏，第3任和合伙人都有一点点不开心了。他
他不明白为什么第三任和合伙人都为什么这么不开心。他觉得我做这些事情也是为了店呢，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呢？为什么换来的只是他们的唠叨和那种不理解的那种语气呢？没有人能懂我。算了，店我还要开下去，但是我好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和那种不好的语气。这个时候，百里每天都在直播，我去看百里直播吧。一去百里直播间，百里看见我来，他就夸我。我真的有这么优秀吗？百里夸的我真的不好意思，但是我好喜欢被他夸呀。他们都不认可我，只有百里认可我，他真的好爱夸我。我感觉我也变得优秀了，开朗了，自信了。我真的好怀念那时候拍摄的时候，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感觉自己又行了。对，后来有一天，导演又给他发消息了。导演说可能还要补拍。我不明白为什么导演还要补拍，他明明说拍了这一次就不再补拍了。如果说我又去补拍的话，我的对象和合伙人又该很生气了，他们又会很反对。我真的不想再补拍了，可是我又控制不住的答应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好喜欢拍戏的感觉。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红不红了，我只是想逃离这个不认可我的环境，我想去拍戏。好难过呀，谁能懂我？算了，我去北京吧，我逃离现在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状态，我去北京，我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哪怕短短的1周的时间。我要快乐。就这样，我答应了去北京。我心想，这是我最后一次演了，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再来补了。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啊，导演给我写了一首歌，虽然说不是给我写的，但他答应让我唱这首歌，这样我不光是演员了，我还是歌手。天哪，我何德何能出一首歌呢？以后我 QQ 音乐上也会有我的作品了，太开心了。我一直都喜欢音乐，只有百里才能满足我这个心愿，所以我要好好演这个作品，演好这个角色，来报答百里导演的信任。我来了，感觉百里导演不像之前那么严肃了，他对我非常的和蔼，非常的关心。在拍摄前3天，我们也推掉了所有的拍摄，我们就在培养感情，什么都没做，但好像什么都做了。什么叫什么都没做，好像什么都做了。他真的像情侣一样，他跟我一起看电影，跟我一起去吃饭，还带我一起去应酬。那一刻我发现，原来我不喜欢应酬，是因为在那个场合里没有人照顾我的情绪。可是
百里他做到了，他时刻在关注我的情绪，他让我觉得应酬没有那么难受，所以那3天我跟百里导演的关系拉近了太多。第4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拍摄的一些任务。本来说好我们有一场吻戏，但是我俩都有点害羞，所以那场吻戏挪到第2天拍了。拍摄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吃了早餐，吃了大蒜，紧接着我们马上就要拍戏了，把所有的戏拍的差不多了，就差一场，这个场景就差一场吻戏了。可是我们都有些害羞，没办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做。拍戏的时候，我感觉他比我紧张，但是我们是专业的演员，不是吗？所以我们拍下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让我吻他，我轻轻的吻，结果他说亲不够。我心想，老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我再亲他一下又如何？又亲了一下，他说还不够，还不够，那就一次性到位吧。我伸了舌头，没想到他有生理反应了，因为他起身的时候，他拿被子遮住自己的下体。所有人都非常尴尬，我也非常尴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些小雀跃。看来我还是有魅力的，不然他不会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拍完这场戏，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又有一些变化了。紧接着我们又去拍其他的戏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又一直在夸我。他跟我说，这种感觉就对了，只要感觉对了，演什么都顺了。我也认同这种说法，那个时候演什么都不尴尬了，而且我居然有一些小期待这些戏播出的时候，真的好甜呐。最后我们拍摄完成了，第2天就有一点戏份我就要走了。拍完上午的戏，导演告诉我说他给我买了头等舱，因为我演得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再为头等舱而感到开心了，相反的，这一次拍摄结束，可能我们再也不会再见了。我心情莫名的失落。我跟他回到他住的地方，拿了行李，在床上不是在床上，在沙发上。没在床上，在沙发上。在沙发上说了一会儿话，后来他就赶我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赶我走，但是我也走了。他给我叫好了车，我到了机场。我第一次坐头等舱，我去了候机室，那里边真大呀，空调真冷啊，吃的真多呀。原来这就是有钱人在候机的那个地方，他们看着都好有钱呢。
我也会变得有钱，不是吗？通过这部剧，我可能真的就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了。感谢百里，感谢芝麻剧组，我生是芝麻的人，死是芝麻的死人。绿豆不是芝麻啊，sorry， 绿豆，叫绿豆。这故事太长了，讲的我都接不上了。后来我到了深圳，我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回到了工作室，收拾了一下，然后我又回了家。第3任还是很忙碌，我跟合伙人意见也有了分歧。后来晚上的时候，我觉得无聊，我发现百里又在直播，我就去看他直播。他看见我来了之后，他唱了一首邓紫棋的《喜欢你》，他是给我唱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到他唱这首歌，我感觉他真的是有意的在勾引我。但我在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说呢？算了，可能都是我多想吧。导演虽然说不是传说中的那么乱，但是他绝对是情场老手，是我想太多。就这样，我开始了一如往常的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跟前任争吵起来，我真的压抑了很久，最终我决定跟他分手了。这不会被报警吧？就决定分手了。然后这件事情合伙人知道了，我没想到合伙人居然觉得说我是因为百里才分的手，而且合伙人自作聪明的去找百里了。他怎么能告诉百里呢？这个时候百里突然又跟我说，你问我是不是分手了。我说是的。百里问我说，是不是因为他才分的手？仔细说来，确实是有一点是因为他分的手。我就这么说了，结果没想到百里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人，他觉得都怪他，都怪他，都怪他，所以他突然给他转了3万块钱，给我转了3万块钱，让我去找一个好一点的酒店。我不敢去收这个钱，结果百里又问了一句话，说你为了我分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二把刀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时候百里又对他说，你要是喜欢我，咱俩也在一起吧。二把刀那一刻犹如电击一样，那一击让他回忆起来他们拍戏的这3个月的点点滴滴。好，就这样，二把刀和那个知名的导演新锐唱作人就这么的在一起了。之后他的合伙人疯狂的想见二把刀，但二把刀就不见。然后二把刀本来想处理好店里的事情，一个人把店支撑下去，但百里心疼他，所以百里就想让他来北京发展。最终
二把刀回去收拾东西，他的前任非常的生气，知道他跟百里在一起，但是二把刀那个时候也毅然决然的来了北京。就这样，他跟那个名声不太好的导演同居在一起。现在他们很幸福，偶尔有一些拌嘴，但是百里真的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他高大威猛，心地善良，有才华，有孝心，会创作，会后期，做事情有担当，性格上也非常的温柔，而且他给他买了车，他以后他有车了。虽然说跟百里在一起有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我有车了，哪怕分手，这个车他应该不会要回去吧。而且百里真的做了好多让我心里踏实的事情。他在来之前就把自己的钱都转给我了，他让我有安全感，百里每花1分钱都得从我这要。其实我并不想要百里的钱，但是我喜欢管钱，我爱管钱。现在直播赚的钱一下播百里就转给我，现在我们又剧也上了，车也买了，衣服也做了，这生活也挺好的嘛。就这样，二把刀和他第4任的故事讲完了。人也红了，人红不红无所谓。哎呀，太长了这个故事。故事太长了。对呀，讲了1个小时。叨叨怎么出镜？他羞愧吧？还有很多优点没说，优点不能告诉大家喽。但是二把刀真的跟他第4任在一起之后，真的发现第4任真的不像网上传说的那样，说第4任是拉皮条的。第4任现在都不出屋，也不喝酒了，唯独让他有点气愤的就是第4任还总管他那个前任。他那个前任有什么好的？他那个前任还住在那个大房子里边，我都没住过那个大房子，他为什么要对他前任那么好呢？这或许变相的在说，他第4任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儿吧。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前任也能做到这个份上，说明他人品真的很不错。相信我跟他结束了之后，他也不会把那个车要回去吧。
宝贝，我讲完了。哦，感觉1分钱没赚。你饿吗？饿什么呀？讲的有点累，故事太长了。谢谢懒洋洋的煎。像在诉苦，不再讲故事，是我也不会讲。谢谢小蘑菇，小蘑菇。哦，这是你那朋友，你那个朋友小蘑菇，也不白讲是啊。这小蘑菇是那个在河南非常有名是吧 ？famous。他说他对象是河南的。哦，长得确实不错呀。谢谢心想事啊。我是不是漏了好几个点呢？漏啥点？这到底谁追的谁呀？就是我追的你。我讲完这个事儿，大家听出来谁追的谁吗？听了1个小时的人，来总结一下谁追的谁。谢谢开心每一天小香香。双向奔赴。图图追的叨叨。我重讲一遍，这神经病。还他妈我追的他呢！我重讲一遍啊，这个事儿吧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二把刀那个时候吧，他就然后呢，不是，是他合伙人跟我说，是他合伙人给我打了电话，我给大家重情景再现一遍啊。喂，喂，导演，怎么了？你知道二把刀分手了吧？什么？你别在那装啊！二把刀因为你跟他对象分手了，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分的手，是为什么这么说呀？他们说你们在拍戏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在一起了，所以他回来就跟他对象分手了，难道不是吗？听谁在那胡说呀？我们拍戏的时候这么多工作人员看着呢，谁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他们都这么说呀，而且听说那个你还那个在直播间里表白了。我表白是因为我喝多了，我说他这个人非常好，我说我都有点喜欢上他了，我那是在夸他，那个的就是我所有的演员我都得捧着来，什么我们拍戏的时候压根就看不上彼此，好吗？好吧，你真的没跟他在一起是吧？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分的手，而且这个事跟我没关系，好吧？我还得问问他呢，好吧？我信你了啊，但是，如果说你俩真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俩也不合适。什么意思？其实你不知道二把刀这个人吧，其实平时非常的邋遢。
他在家里那些袜子什么的都不收拾。有一次我去他家里，那个床底下都是塞的袜子，哎呀，特别脏。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觉得说你俩真的不合适。你是不是拍戏的过程当中彰显了你的财力了？你有没有漏财呀？这漏什么财？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吧？你就是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说露出自己有钱之类的？我们在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是在小大夫家里拍的，然后这个小大夫那个房子是我给付的首付，他知道这个事儿，那就对了，你肯定就漏财了，所以他就想着就是说那个跟你在一起，哎，我都有些话我不方便说的，你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想跟你在一起，他才想跟他现任分开的。你知道吗？那个，其实啊，他有一些毛病，有一些东西吧，你知道就好了。而且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我给你打过电话跟你说过这些东西啊。你放心，我不会跟他说的。那你等会儿也把那个咱俩聊天的这些东西都就是都删掉啊，不能跟他说。我信任你才跟你说这些东西的，我相信你俩不会在一起，我才跟你说的。我不会跟他在一起。行，那我先挂了啊。好的。喂，你方便说话吗？方便。我问你个事儿啊。听说你分手了。你怎么知道？那个谁跟我说的？听说是因为我分的手。也不算吧，我跟我对象一直都有点问题，这次就爆发出来了。那你那个合伙人跟我说那个什么，你是因为我分的手，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你这个店怎么处理啊？我就搬到工作室了。我跟他分开，我就不在这儿住了，我搬到工作室。你还好吧？还行。我在搬东西，等会儿就去工作室住了。那个工作室也能住人。你那工作室没有床啊？能将就将就，看看年后我再找房子吧。现在手里也就是店刚开。那我给你转3万块钱，你自己去订个好一点的酒店吧。不用，我不能收。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因为我分的手？有一点吧。那你是不是喜欢我？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我见你那一刻我就沦陷了。你不要，终于发现了，我觉得我就你别搁这乱编行不行？行，有你这句话啊。你现在就开总统套房好不好？你在那等我，你放心的，有老公呢啊，老公是老公在你身后啊。不要哭，前面一定有路。后边是杜撰的啊。你给的我的是2万块，不是3万块。啊？2万块。
我又多算了1万。都这个节骨眼了，还差那1万2万的，啊，对对对，合伙人，我把合伙人卖了，你知道吗？合伙人卖这个事儿我还没说呢。那个等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就那个去了那个那啥了，去了那个，他去了那个工作室了，然后他合伙人就知道了，然后他合伙人就找他，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合伙人你小心点儿，我说他跟我说了你好多的那些坏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跟第三人在一起也是图他钱之类的，反正就说了这些话，还不让我告诉你。结果呢，这个傻小子吧，这个傻小子就直接就对他合伙人就特别的反感了。然后这合伙人就意识到可能是我跟这个二把刀说什么了，结果这个合伙人还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跟二把刀说什么了？感觉二把刀对我态度特别恶劣。啊？没有啊，啥也没说。你答应过我，你不能跟他乱说。我不说。刚才我跟你说的任何一个字你都不要告诉他。啊，我告诉我是信任你，我才跟你说心里话的，这些我都不跟别人说的，你一定要保密。我保密。他这合伙人压根也没想到我真的跟他在一起了。那玩意儿我俩都在一起了，我还保密什么呀？对不对？我俩是两口子。别哭。你饿坏呀，老公？你想堵住我的嘴？不是，看你播好久了。我得赚钱呐。不要掺和情侣的事儿。所以到底哭没哭？哭了吧，哭了。谁呀？小二把刀经常哭，只是不告诉你们而已。我没哭。就是他分手的时候他哭了。那哭也是跟哭前任的，对。对啊，他因为分手，然后跟前任就是他因为跟前任分手哭了。哭完了以后，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我说你是不是哭过？他说刚才忍不住哭了。然后紧接着呢，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因为他跟他前任也在一起1年半嘛，然后他就非常的难受嘛，他又在那个深圳的机场又在那哭。他又在机场哭，然后第3次哭是因为什么呢？第3次是因为有一天吧，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不准我那个，不准我那啥，不准我那个自己打，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自己打了，然后结果他就非常生气，然后我就哄他，他哄不了，然后他就在那块生闷气，然后我就开始不哄他了。他不哄就不哄吧，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因为金牛座就冷暴力嘛，然后就不理他，他就急哭了。因为我不理他，他就是把他急哭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在那块流眼泪了，然后他就觉得这眼泪不能白流啊，他就故意抹在被子上，然后我伸手能触及到这个被子，然后这被子是湿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他哭了，然后他就在那块就挤了好几。对，就挤眼泪，然后故意让我知道他哭。我好心机呀！就是这样啊。你放屁！对。跟前任在一起不也是吗？也哭吗？其实他的性格其实挺的，但是他心里吧。
他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一个人。他其实他心里也不太细腻，就是他只对他自己的那个心境他细腻，是他性格吧，他外表和他的那个展现出来的那种气场，他其实非常 E， 但是他心里来讲的话，他会因为一首词他会落泪的那种，他会感觉到说，这朵海棠花，然后就是落了，他也会想起果郡王，他就会流眼泪。他是这种人，对，对，他不一样，每个人的细腻点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我表现出来我就是特别事儿的，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神经特别大条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直男癌的一个人，但表面就是我可能就是爱可能演戏啊和日常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主动搞笑的人，所以大家觉得我特别事儿，我俩截然相反，这真的就是对我俩的误解有点太多了，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就要求他太爷们儿，这样他会难受的。老婆，干嘛？你饿不饿，老公？不饿。不想吃那个笋胎二吗？别哭，我没有造谣吧？这些故事我都给还原出来了吧？你造了30%的谣吧？没有，我那叫艺术加工。就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你讲故事，其实是你是用词语是描绘不了他当时的心境的。我用那种外向的表达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他心里那个捉急。到底是老公还是老婆呀？他直播的时候我就管他叫老公，私底下都是那种，就会比较私密一点。别哭。但不得不说，他对前任还蛮好。就有一些事儿，我就觉得他前任可能，因为他前任知道我俩在一起之后吧，其实非常不开心嘛，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然后就觉得，我记得他前任说出一个至理名言，就说你跟谁都行，你跟百里在一起，你不觉得丢人吗？百里的名声都已经臭到什么程度了，我都觉得丢人，你知道吧？他就是这种。你少说2句吧。哦。然后我就觉得，别哭。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那我真的要辟个谣啊！我再一次辟个谣，我跟所有演员拍戏都没有发生任何的过分的行为。除了一部作品，有一部作品那个时候我俩都单身，可能有一些接触，但是并不过分。
没有涉及到，对，没有涉及到其他的东西，剩下每一部演员我们都没有过分的，就是没有身体接触都，我觉得发生啥都没关系，就是没有发生，就是唯独有一些身体接触，就是那个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俩都是单身，但是我跟二把刀在拍戏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也没有任何的越过雷池，所以也就是说我拍一部浅一个，拍一部浅一个，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因为演员，我觉得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跟二把刀在一起吧，其实挺意外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不意外的点是什么呢？就二把刀吧，身上没有那种名媛的那个劲儿。我特别讨厌，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一说大家就能明白，就是说我找的演员，他首先他得有粉丝，或者说他长得有点好看。一般好看的人吧都有粉丝，有粉丝的人吧就有点飘，有飘的人吧就有点名媛那个气质，我不太喜欢那种。我接触的所有跟我有接触过的人，都是那种不太混圈子的，就不出名不混圈，然后比较朴实的人，朴实的人，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我跟二把刀在一起其实是有对可能会说得通的，要不然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我也不明白。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我对他第一次动心的感觉我对他第一次动心，就是现在我自己有意识到我对他动心，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他说导演坏了，我鞋里面全都是血，可能那个伤口崩开了，那一刻我就又心疼又动心，就是我私底下我也跟他说过，其实他跟我说过这句话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好想跪在地上，然后单膝跪地，然后不是单膝跪地，然后把他的脚拿到我的腿上，然后把鞋和袜脱掉，然后看看他的伤口，就是我真的有这种画面感就是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一个演员就是敬业到这种程度，然后伤口都崩开了，因为其实他这个伤其实挺严重的，就你们看那个12集的时候，可能你们不觉得那有多严重，其实很严重，他那个伤口很严重的，他那个脚一块肉都没了一整块肉都没了，所以我那一刻我知道，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跑的戏份对，跑，因为他有那天拍了跑的戏份，然后他整个的刚长3-4天5天吧，5天长好的结痂就蹦开了，因为跑步的戏。你以为是装？不是，就是他出车祸了嘛。不是，是因为他先受伤了，所以我们才加的他受伤的戏份。就是他先出车祸了，然后本来就拍不了了，但是后来因为工作人员都已经来了，那正常的那种戏拍不了的话，下水的戏拍不了的话，那就拍一个受伤的戏吧。就这样。所以那一刻我真的就觉得他说他伤口崩开了，我就觉得刚长好的伤口然后就崩开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心疼。
那个时候真的就那一刻，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越界了，可能有点越界了。就我们拍吻戏有生理反应，我都觉得说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正常的，对吧？正常的生理反应，我觉得这都 OK，也没有觉得自己越界，但是就我多了一份超过导演的那份关心，我觉得我越界了，就是心疼啊，就是心疼。怎么理解混圈啊？就二把刀是一个，就是虽然说这句话挺伤他的，但是二把刀真的没什么朋友，他圈子里没朋友。我觉得他最好的朋友就是他对象，就他不交朋友，他跟任何人他都淡淡的，我就喜欢这种关系，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名媛，我真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但你知道，就是如果说你对象经常跟他的好朋友出去玩，出去喝酒，出去旅游，我真受不了。我觉得谈恋爱了，你的好朋友就是你的对象。哎，今天去那个酒吧了，明天去那个旅游了，后天什么去出个国了，真的是那种，其实我挺反感这种，就我接受不了这种。你有点大男子主义，不是我大男子主义，是就觉得那些朋友没什么用啊。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小家过好，能明白不？就是你天天出去玩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你有钱玩你可以玩，我们都不是说没什么，都不是有钱人。你出去一个旅游啊怎么样的？我没说小大夫啊，就是我就觉得说，你有钱嘛你就出去玩啊，你说出去玩得花多少钱呢？你有这钱你省下来，你干啥不好？我真的我不夸张，二把刀就是我真的有一天我都惊呆了。之前那个时候我跟二把刀刚在一起，有一个菜掉地下了，二把刀都捡起来吃了。我咋不记得这是？就是我就觉得说，哎呀他妈太好了吧，就是，年轻的时候有人陪你啥的，说明你人缘好。不是说人缘好，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是说，如果说你朋友很多的话，只能证明说你这个人就是需要朋友，不是说你人缘好，就是你需要什么，你可能就会有什么。相反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还在去交朋友混圈子，其实不太现实了，已经就是没太大用途了。除非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可能通过这些朋友去，让自己的那个营业额提高，那我觉得这是有用社交。但是你平时你说吃吃喝喝，因为朋友都是阶段性的，朋友都是阶段性的，但是情侣不一样，相态什么相态？二把刀很好掌控啊，二把刀不好掌控。二把刀，如果说二把刀好掌控的话，我觉得二把刀早就成名媛了。二把刀应该朋友会非常多，二把刀要好掌控的话，哎呀，都轮不到我。我也没掌控二把刀啊，对不对？我跟我拍戏7个不服8个不忿的，他才不好掌控呢。二把刀是一个就是在工作里边都是那种劲儿的，不听领导指挥的那种人，他还好掌控。他现在直播上营造出来的那种和善亲和，其实他生活当中他对陌生人都不会有的。二把刀认识的也挺多的，
他都基本上都没见过。怎么叫认识？在那个别人评论我一下，我回复他就算认识啊。我真的就觉得我爸爸倒就是这一点也蛮符合的，就是你看，其实了解我的人也知道，我也不混圈子，我基本上不跟别人什么合拍一些东西。基本上我的抖音，你看我从来不跟别人说，哎，跟这个人合照啊，跟那个人合拍呀，不会，因为你都不了解那帮人，然后你跟人合拍什么呀？万一他有推特呢？对不对？你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拍了那些东西，你可能就跟人就会觉得说你们是一路人了，你都不知道他以后会犯什么事儿。叨叨是不是主意头特别正，死犟死犟？你得制住他，你得制住他，就是他得对你足够的信任和，我觉得他。就是你做的一些事儿能让他真的信服，才他才不犟。但我从他和他第二任的关系里边，我就能感受到，其实他很犟。他跟他第二任就谁也不服谁，然后俩人总吵架。但他跟我不会，挺谨慎的。之前吃过亏，什么教训呢？我觉得我的谨慎是来自于教训，来自于原生家庭吧。是我现在的我，其实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从小谨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嘛。就是一般有钱人家的孩子，可能家里不会管太多，然后就是你随意的闯祸都无所谓，而且有钱人家孩子就是皮嘛。你像我家就本身就条件就不好，家里对你的教导就是说别在外边惹祸啊，别被骗了啊，别那个干啥呀，别那个这怎么样，就是可能省着点花之类的啊，就是家里的教育是这样。第二点呢，就是因为自己可能出社会比较早。然后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就经历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别去干预别人的因果，别去跟熟悉的人开玩笑，哪怕再熟悉的人也尽量不要开玩笑。就越熟悉的人越不要开玩笑，这是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就你们可能觉得熟悉的人可能毒舌一下啊怎么样的，不是，就是越熟悉的人越不要开玩笑。就别拿这些东西啊，我关系好我就忽略了一些东西，不会这开玩笑这个事儿就是可大可小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无论说你们认不认可，一个观点，就是或许有的人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大家看过《火影忍者》是不是？大家看过《火影忍者》，《火影忍者》讲的就是到底是要阅读，就是无限阅读去让世界变得完美，还是要让大家自由的自主的生活，这个社会才会变得完美。其实我的观念一直都是会觉得说无限阅读才能让这个世界真正的完美，能明白不？就是我觉得感情里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感情应该是相对的公平啊，相对的就是说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不要分1-0啊，不要就是一方强一方弱。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你们但凡有生活经验，你们一定是知道，包括你们的家庭也是这样，夫妻也好，情侣也好，一定会有一个强一个弱，保持这个强弱关系才会平衡，感情才会稳定。如果说俩人都是我觉得我应该强一点，
你应该弱一点，或者说俩人都不太去分的特别仔细的那种生活，就表面上是互相尊重，但其实是不平衡的。对，它是不平衡的，所以我期待的是平衡，但不是说平等，能明白不？就是我期待的就是以后要不他管我，要不我管他，我并不希望就是俩人生活里边啊，就是什么就那种啊，就是相敬如宾，我觉得那都太假了啊，一定是有一个人管着谁。啊，一定是有一个人管着谁，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受点气，然后被别人管着，心里不服，不是这样。有人管你其实挺好的，包括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总管着他，他是不是不开心呐？或者说就是他会不会对他有点不公平啊，会心软呢？其实不是这样，两个人相处的那个关系那个纽带其实是要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要对立，啊，要对立，不是那种完完全全就一样的根本就不行。这一点其实你看你父母辈就好了，反正我家里是什么呢？我妈妈是比较强势的，我爸爸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我爸爸有的时候就比较强，我妈妈会就是强不过我爸。他俩一旦就是彼此要强的时候，他俩就会吵架。其实就是他俩一旦就是在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就会吵架。但是呢，如果说他俩持续的，就是因为我爸平时是弱的，我妈平时是强的，他俩平时的时候不吵架，一旦有一些事情了，我爸就想强，我妈不让着他，俩人就会吵架。所以你看现在我俩就不吵架，为什么不吵架？因为就是他，因为我让着你，不是他比较强，他什么事他都管着。比如说，我最近我为什么不喝酒了呢？因为我只要去参加别人的饭局，他在旁边就坐立不安，他就待不住了，我就感觉到他尴尬了，那我就走吧。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啊，我们说一起去吃个饭之类的啊，跟那个别人聚个餐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兴致没那么高，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去啊？他说那我说那咱不去，就这样，就是有人会管着你。现在我没有社交，完全没有，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跟他真的，我之前我喝酒喝了至少得几十万吧，我喝酒的钱，喝了几十万。我说我跟别人喝酒这个钱吧，我他妈干点其他事儿不好吗？跟我对象一起出去玩一玩，吃一吃不好吗？对吧？你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我现在都觉得，哎呀，太可惜了，这个钱是几十万呢。所以我真的就觉得说，他平时管着我，我其实挺喜欢的。包括他管着我不让我跟别人聊天，那我就不聊嘛。因为聊多了，你看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名声不好了？因为我总跟别人聊骚嘛。但其实我啥都没做，我就聊聊骚。但是人家就会在外边说百里呀，找我拍戏啦，要潜规则我没同意。哎呀，你不信？你看他抖音上跟我聊骚啊！哎呀，当时就死活抢我没同意，就会有这种传言。那你说这种传言我没有办法澄清，因为我确实是跟人聊天了，确实是聊骚了，但是我没找他拍戏，这是他杜撰的一部分，也没有要潜规则他，对吧？你这些东西这要是二把刀要管着我点儿，那我不跟别人聊骚了，就不会有这些传言。你看我现在名声臭到没法再臭了，不会有这些传言了，对不对？是不是老婆？我老公好着呢。
外边都是造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单身呢，我就撩别人，怎么了？我单身，我撩别人，我错了。那我现在有对象了，我就不敢撩。我现在充其量就给别人点点赞。别人说是百里吗？是本人吗？我说是。然后下面我都啥也不敢说了。新年快乐，图图，你也是。图图，祝你和你对象，长长久久。谢谢，祝你有对象。喜欢图的这种强势，我一点也不强势吧？老婆，我强势吗？有时候是强。比如跟你商量个啥事儿，你就是强势。哪个事儿？去你家买个啥东西吧，你就不让买。这叫强势啊？我说要买，你非不让买，这还不叫强势。这叫强势？那还不叫强势。还有吗？有，但我想不起来了。你再讲讲。想不起来了。你对我有些不满吗？你可以在直播间里宣泄。我就不满，我私底下给说就行了。你就说一个能说的。我能说的，我一下也想不起来，我记性就不好。就当时发生了，我才能知道。你像你昨天你说天天管你前任怎么样的。啊，对呀，就是啊。你还就是天天管你前任呢，就莫名其妙的。人家跟前任断了之后就老怕自己对象不开心，就巴不得不联系呢。你倒是好，有些话我要在直播间讲了，人家估计要骂你。你说吧。哼，不说。说呀，我看看谁敢骂我，我在这呢。我可不像你一样完全不顾对象的感受，直播间想说啥说啥。你逼二把刀讲，你认为他不强势啊？你去死吧你！他妈直播不得有内容吗？这他妈也叫强势？他说我逼你说我的缺点，这也算是一种强势？你臭傻嘚儿啊你！这他妈算强势？我们直播都他妈在那块就憋着，都说漂亮话。我们直播能有100多人，谁不会那种直播？大家新年快乐！没吃。新年快乐！没对象，看感觉吧。大家也新年快乐！等一会儿就吃。主播在哪里？主播在惠州。天气怎么样？天气25度，多云转晴。没对象，等一会儿就吃。什么时候更不知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小心心点赞，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是都他妈这么直播呗？
喜欢看变态。完了。我们直播有特色，有的人受不了；我们直播没特色啊，大家都受不了，你知道吧？我不可能围着你们转，就是说你们想要直播的什么风格，因为你是这100多人其中的一个，明白不？就是因为我们有趣，所以我们直播间才会有人，明白不？那如果说有那么多人看，你觉得不好看，那这是你的问题，我不能因为你一个问题，然后我改变了我这整个的风格，能明白不？在一起之后最难忘的瞬间，最难忘的瞬间啊！我最难忘的瞬间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然后那个第一天我俩没那个那啥，然后第二天，然后他去洗澡了，洗完澡，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摆好姿势了。那个瞬间我，我说啊，哦，火，哎，不可以讲了，对啊，怎么了？老婆，你等会儿轻点打我好吗？不会，你讲，我这听多少遍了，我早就免疫了。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没想到，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害怕，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也没聊太多，我俩也不了解彼此，我俩也不聊天儿，然后就没想过说在一起，谁一谁零的事儿，就是真的彼此都没聊过这个事儿，是吧？聊天也没聊过谁一谁零。没有吗？没有啊。那我为什么会那个样子呢？不知道。肯定是之前就已经说了。我不记得，反正我就记得没说，然后出来之后，其实我洗澡的时候我还忐忑，我说，因为第一天那个我喝酒了，然后喝多了，其实就没发生。第二天也就是也可能要发生了嘛，我就说，今晚他要想做一怎么办呢？哎，怎么办？我觉得其实有点犹豫，有点就是有点害怕的那种，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呢，想当零了，不想我要想当零的话，我就自己就是得洗一下嘛，我都没洗，而且就是害怕，就是没说清楚的那种紧张感，因为只是两个人在一起啊，就因为不了解，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他是一个力量特别大的一个人，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从外形怎么去看他，我们拍戏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亲密的接触，就是互动也非常非常少，所以不知道他平时开玩笑是什么样啊，然后就比如说他就是会不会就是下手特别狠呐，就给你一拳呐之类的，开玩笑的时候就是会生气啊，其实这些都很未知的，你知道吧？能懂不？就是因为你没跟他接触过，然后你俩就在一起了，就等于先在一起后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先在一起后谈恋爱，
所以就是你很怕，就觉得说俩人在一起不舒服啊。其实我俩在一起之后，其实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1周左右的时间，我其实就找不到状态。我跟他在一起1周的时候，真的没找到状态，因为他太像个1了，就是就会那你主动做零就好了。就是他，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也端着，俩人也不说话，他也不跟我撒娇，所以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就很像同事。那是磨合期，那不叫端着。对，就很在磨合。俩人在一起就是都在那儿端着，然后就没有乐趣，俩人也不开玩笑，也不撒娇，不像现在，也不会那么亲密的，就是说，哎，我今天那个躺在你的肚子上啊之类的，基本上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所以就不会觉得说特别像情侣，就会觉得太有礼貌，太有分寸了，所以就很害怕，每天晚上俩人躺在一起的时候都有点尴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没有。我有。我有。我可没答应当外人儿。反正我是特别尴尬的，就是每天晚上，因为有的时候吧，有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虽然说你在我怀里，但是我总觉得你在装，就我觉得你不是在别人怀里的人，然后你为了就是迎合而在我的怀里，你早晚有一天会把我安在你怀里，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自在，我觉得都是假象。对，就这种感觉。对，装灵，那个时候就觉得他的装灵，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是灵，他能装到多久？就是这是，对，他太壮了，然后说话又太 man 了，他不像现在，他就是没事撒娇啊之类的，不一样。对，现在就确定了，他真的是灵。对，现在确定了他是真灵，纯灵。你少说2句行不行？他每天都想做灵。昨天晚上差一点儿，昨天晚上他就一直想那啥，然后我实在太累，昨天我开1天车，大家也知道啊，我开了1天车，我脚酸的都不行了。然后我还不想洗澡，他说没事，我不嫌你脏，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说你别弄我，然后那一下我还觉得说自己有点过分了，但是他可能也觉得尴尬了，我觉得他在生气和半生气之间游离了，他说他想还是不生气了，然后继续的跟我撒娇。其实我觉得他昨天晚上应该可以跟我生气了，但是他没有他要是昨天晚上找茬，我觉得确实是我做错了，因为我昨天太累了，不洗澡，真的不洗澡，我一累我不洗澡不刷牙的那种，然后我是不刷牙不想那啥的人。对，啥都往外说，那直播嘛，不生气，他不生气，但是我觉得他有点生气，但是他就真的还行吧，对我还行。播到几点啦？6点我们出去吃饭，好吧？行。装什么啊？穿着小红拖鞋，大家看看他的小红拖鞋。这我给他买的。这些拖鞋多少钱来着？24块钱吧，还是19块9？在俺们家，社会地位都是有
那个金钱划分的，他这24块多，给大家看一下我穿的，19块多，不是9块9，这是9块9的，这是24的。9块9，24。你看人家那个明显就是可以外穿的，我这就好像他妈家里穿的，不一样。会穿人字拖吗？不会。我以前特别喜欢穿人字。真好看呐、好壮啊，哥哥。哥哥下播不会揍我吧？哥哥，今天那个开心每一天，不要切片了啊！有的时候你那个切片呢，你把之前的切片都删掉吧，然后你把那个好玩的你剪个10秒钟的，你再重新发。你之前的切片那无聊，我看了，你都删掉，哥哥会煮茶会做饭。好帅呀、这一拳不得眼冒金星啊！青年歌唱家套马杆。这，笑死了。哥哥好帅啊，哥哥。照我来。哥哥，哥哥在玩什么呀？别告诉我金铲铲，我不会玩。这你就知道，你咋就知道金铲铲？你让我玩，我都不会玩啊。你当然不会玩了，这个是要脑子的。宝贝，咱们的电脑怎么办？要用那个小屏幕剪呗，那只能用那个小屏剪。剪不了。为啥？剪不了，那就再继续拖更吧。你家里是不是有电脑？那是人小大夫的。用小大夫的，小大夫那个电脑不行。显示器有是吧？显示器也不行，电脑屏幕也不行。不行，买个显示器。咱们还住酒店？那我们住哪儿啊？我们这没法住啊，就得住酒店啊。
你问酒店借个显示器用用。都不让人家住别墅呢，小大夫在住呢。我们不能说我们住，然后把人小大夫赶走吧。而且二把刀不敢去我家。没有不敢去你家，是你自己没处理好那事情，让我就不好意思去了。啥呀？这也能赖我？这不赖你赖谁呀？你是一点话不帮我说。我帮你说啥呀？你说你帮我说啥？你帮我说啥呀？我能说啥呀？那我为什么往你家买了米面油，你不跟家里说一下？我说了呀。人家叨叨只能住酒店呗，住酒店咋的了？你能住得起酒店吗？八嘎。住酒店比住家里好。说的就是的。这叫八嘎，你能住起酒店吗？我在草原的信仰不太好。你神经病你！还让人住酒店呗？这酒店咋的了？这酒店多他妈好啊！你能住得起这个酒店？我巴不得我天天住酒店呢。住酒店就是贵，舍不得花钱，我主要是。要是有钱的话，天天住酒店多爽。酒店多好啊！房间挺大的，房间40平，30-40平。有40平，20平。哎呀，20平，你知道20平多大呀？它不可能20平。20平到那儿吧。30平吧，看这个。砍去个厕所吧。反正没40平。我在草原。图图叨叨会面基吗？不会，我俩都是不面基的人。我俩不需要什么，就是朋友，能明白不？就是我这人其实也不太需要朋友。我一直都觉得友谊就是阶段性。我觉得对象还好，其他的关系我其实不维系。毕维是多少？毕维43左右吧。他在直播上他就说46。就是46啊。你现在就43。现在也不止43。吹呢？这有啥可吹的？想看图图做1的样子，这我咋给你看呢？你疯了？做1的样子我咋给你看呢？我对象得打死我。那你真的想着？我都不知道他长啥样，我想啥呀？你看上我对象这臂围了吧？马东锡。弄一个 OnlyFans 啊？谁呀？
7月的大狮子，傻逼吧？看挨骂了吧？弄一个 OnlyFans。之前把你我妈打包过来弄个 OnlyFans 行不行？完了，傻逼呀、OnlyFans 上了。该我之前骂过你，完了你现在又不长教训，完了被二把刀也骂了，该。哎呀，把你妈打包过来行不行？该。我真的告诉过大家，就是开玩笑吧，要跟适合的人去开啊。人都不认识你，跟人开什么玩笑？把你妈打包过来没跟你开玩笑啊，我认真的。别生气了，叨叨会消失的。啥会消失？过年有什么活动吗？有什么活动跟我也没关系。我们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放松，就是放松的状态，就是我跟二把刀不工作，然后开车呀，然后去看看车呀，看看房啊，挺开心的，然后或者说在酒店里待一下午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很放松。让我出去人多的地方溜达，我不想去。人多的地方我会觉得说，人多的地方会拘着。对，因为咱们不是说没有素质的人，在外边可以可以就是说，哎，不顾及形象之类的，所以人多的地方就一直都拘着，特别难受。比如说你人多的地方没地方坐着呀，那你就不能躺着了，对不对？你就不能坐着，你都不能栽歪着坐着，你可能得端端正正坐着，因为人多，你可能伸腿的时候会把别人绊倒。所以就是人多的地方真不喜欢。叨叨是用剃头发那种修胡子吗？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推子嘛。晚上是啥呀？晚上随便啊。晚上我老婆想吃酸菜鱼。但是人多呀。人多才就好。今天又是放假，本来泰尔就排队，早上8点去还行。有人吃太阳吗？你前任是不是去旅游了？关你屁事！这叫八嘎的，怎么这么烦人？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很讨厌？就你活着，你别让人膈应你就行。下一集上线，想看小甜剧，好期待啊！没事儿，那个下周吧，尽量吧，反正电脑屏坏了，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买一个吧。关键现在买屏人家也不发货呀。宝宝，你放屁啦？没有。你等会儿我就能闻到味儿了。这没有就没有。传出来了。那也不是我放屁，你自己放屁。我没放屁。你吃什么了？臭死了！好可怕呀你！你背着我偷吃韭菜了？没。天哪！好了，没有味儿。谢谢关注。
你把那个线给我用用，我4%的电，多香啊！你4%，我96%，加起来正常100%。那我咋充不上电呢？换一面插充。真充不上电。哦，拔下来了。好了。哇哦！别闹！哎呀，别闹！没洗，脏，快起来！哎呀，别张！没洗澡，你快过去啊！我播谁呀？哎呀！好壮啊，身材好棒啊！我的妈呀，又优又壮，还可爱呢。胡子留的也好有型啊！该理发了。天哪，小红拖鞋，洋气的呢。我看看附近的太阳要排队。老公，镜头先移开一下。不用排队，万达的这家，咱们现在去吧。现在去我不饿呀。你都没吃饭，你今天一天。不想那么早。你现在吃，晚上还得吃。晚上又没啥吃的。晚上点外卖呀？没啥吃的呀，点啥外卖呀？水库不是水库。啊？初5要吃饺子吗？哪天吃面条啊？昨天我妈那个做的那个打卤面，我其实挺想吃的。酸菜打卤面。那咋吃呢？就那么一点儿，没做咱俩的。迎财神吃饺子呀？不知道。我想吃面条。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俩偶尔就吃一顿。我也想吃。外面哪有酸菜打卤面？咱住酒店做饭也没法做。南方不吃饺子，南方不爱吃饺子也正常，就像我们不爱吃肉粽一样，我也吃不惯肉粽。南方的面好吃吗？什么面？头发真的好长啊！不长，刚刚好。长了，现在多了，现在头发太多了。你都照不着我了，你这拍啥？因为你那个又露出形状了。太大了，疝气。
吃不惯咸粽子。反正我肉的我吃不惯，我只能吃的，我只能吃那个蜜枣的。蜜枣我还喜欢吃，就一个粽子要多放几个。哎，这个怎么700多个点赞呢？这个切片700多个点赞耶！我这远距离我都看不清是你还是我，是我。咱俩长得越来越像。去哪儿玩了？没去哪儿玩啊？骂谁呢？越来越像。你是夸你的还是骂我的？骂我自己。得吧你，夸你自己。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喝酒那场戏的原版视频，原版完整版。谁要看？啊，不看拉倒。你，完整版不看过了吗？抖音发过了呀。没看过，没发过。那你给大家看吧，他们要看。看了感觉没有之前演的好，没有剪辑过的演的好。那他不给你们看。我怕疯了，因为里边有接吻的片段。那不行。那我们下播了啊，然后让2把刀播吧。我手机没电了，我感觉我充电虽然说充进去了，但是现在只剩3%了。你们让2把刀播吧。哦，充这个可能充的慢。让2把刀播吧，我歇会儿。去2把刀直播间吧。